所以它到底是什麼？一句話總結：外觀是大師級的，性能是夠用級的，調教是湊合級的。它更像是一個擺件，有顏值，但不適合扛大旗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這是一台看起來像擺件，實則能輸出45瓦快充的海貝斯小房子氮化鎵充電器。外形可愛的像一座房子，但別被它萌到。海貝斯顯然不是在賣造型，而是想用設計告訴你，氮化鎵充電器也可以有這樣的造型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這小房子是真正的45瓦功率小怪獸，還是個披着藝術外衣的平庸磚頭？它的輸出策略、紋身表現、紋波控制，能不能對得起官方那些花哨的宣傳？今天我們把這座小房子從顏值到性能一層層掀開，看個明白。首先，我們開箱看外觀，盒子是方方正正的啊。天地蓋的設計，蓋子內部有一個海綿，這個就是小房子充電器海貝斯家的，這也是我們測試海貝斯的第一款充電器啊。拿出充電器本體，還有一個什麼房屋產權證明啊，然後就沒有什麼了。第一眼看上去，這個充電器的外觀的話，確實是非常有個性啊，藍色、紅色的配色，折疊插腳的設計，側面這個階梯狀好像是樓梯啊。房子的窗子設計在這一邊，這個應該是 LED 指示燈。兩個充電口內部的舌片都是白色，這個造型的話，確實是顏值非常高，非常有個性。設計的話，絕對是沒話說的。但是我們不看設計，看性能啊。充電器的寬度38毫米，這邊的寬度也是38毫米。充電器整體的高度50毫米，連折疊插腳的高度65毫米。充電頭連包裝盒的重量160.7克，單充電頭重量98.5克。首先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充電器的規格信息。海貝斯的 logo 45瓦，產品名稱氮化鎵充電器，產品型號為 TC45，輸入規格110到240伏全球電壓，輸出規格 C1 口最高45瓦 ，C2 口最高也是45瓦，總功率設定在45瓦。這下面還有 PBS 的功率啊。製造商上海新協實業有限公司，3C 認證，雙路絕緣，室內使用，非熱帶地區使用，循環10年，請勿扔下垃圾桶。3C 認證信息咱們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圖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充電器所支持的快充協議啊，兩個充電口都是 Type C 口，它們的協議都是一樣的。有高通 QC 3.0 5伏、9伏、12伏、20伏、3.6至20伏，華為 FCP 最高功率24瓦，華為的 SCP 最高功率只有20瓦，三星的 AFC 最高功率也是24瓦，展訊的 SFCP PD 3.0 45瓦 PBS QC 4加 PD 3.0 點進去固定檔位5個，最高是20伏 2.25 安45瓦 PBS 只有一個，也就是一個45瓦的 PBS DCP SAM Apple 2.4 3個基礎協議。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這個充電器的兼容性啊。首先從華為手機開始，我們用這個榮耀來測試。啟動的是超級快充，它兩個充電口都有 SCP， 榮耀的 PBS 就沒戲了啊。真實功率可以跑到16瓦左右，有點低。我們再來看一下米家的設備，它能不能啟動 PBS 快充？啟動快速充電 ，PBS 沒有啟動起來，功率只有15瓦左右。兩個充電口都是一樣的效果啊。我們再來看一下三星設備能不能啟動快充 2.0。可以啟動超快充電 2.0， 應該是這個充電器沒有5安的 PBS， 所以這個功率不高啊，17瓦左右。我們再來看一下 OPPO 的設備啊，這個是 OPPO 的新款，它可以支持 PBS 快充的，也可以支持融合快充，但是這個充電器是沒有融合快充的，顯示超級閃充，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6瓦左右，這就是 PBS 33瓦的充電效果。這部手機為藍廠的設備，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啟動 PBS 啊。藍廠的快充標識已經啟動。這邊也是啟動到了 PBS 快充，這個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4瓦左右。還有就是藍綠廠的設備，老款設備僅支持融合快充的，這個充電器就不要選了啊，充電很慢的。這一輪手機兼容性測試下來，也只有綠廠的 PBS 快充它的功率最高，我們就用這個手機來採集它的 PBS 充電數據。目前這個手機的電量是2%，我們開始充電。
這部 OPPO 手機充電已完成，這個手機的電池是6000毫安的。這個充電的過程給了我一點驚喜啊！我們先來看充電曲線圖，70功率26瓦，充到80%功率29瓦。曲線圖的話，整體就是一個 PBS 33瓦的充電曲線，跟融合快充的充電效果是差不多的啊。80%以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充到90%，轉為5伏的基礎功率進行涓流充電。這個手機從2%到100%充電時間一共花了1小時15分鐘時間，20多瓦的功率充6000毫安的電池，這個時間也算是正常吧。不過我們來看一下溫度啊，這個確實給了我驚喜啊。採集線採到最高溫度是52攝氏度，在51攝氏度的時候，我用這個採集了3張圖片。採集線附近的溫度52.7攝氏度，這個樓梯這個位置的溫度64攝氏度，充電口內部的溫度68攝氏度。測試的時候，咱們室內溫度18度左右。剛剛採集的是綠廠的 PBS 充電的效果，這家伙的溫度就高得不得了。我們現在就是採集 PD 協議啊，手機充電數據，還有它烤機的數據。這部16 Plus 還有5%的電量，咱們測的這些手機全部都是新的啊，給大家看一下電池健康度就知道了。這個16 Plus 已經充到82個電了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。看到這個曲線圖，我都不知道怎麼去形容了。標準的蘋果充電曲線是4個階段，它竟然充成了3個階段。前面3分鐘我是用的 Type-C 1口，我看3分鐘怎麼還沒有把功率漲起來，我就換到了 Type-C 2口。這個12瓦的功率居然持續了10分鐘時間，然後才漲到峰值功率24瓦，這是峰值啊。然後降到21瓦的功率，充了18分鐘時间，後面降到15瓦的功率，充了7分鐘，9瓦的功率，充了13分鐘。這個充電器給這個16 Plus 充到80%的時間，竟然花了1小時06分鐘。咱們不知道這個工程師設計這個產品的時候，拿蘋果手機測試沒有？這個曲線怎麼跑成這個樣子？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溫度情況啊，用採集線採到最高溫度是36攝氏度，測試的時候我們室內溫度16度左右。這是這個充電器45瓦烤機的情況啊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，運行了1小時45分鐘時間，功率的話到現在還沒有停，45瓦是可以長時間輸出的。採集線採到這個表面的溫度最高為58攝氏度，咱們用熱像儀測到它採集線附近的溫度最高是59.3攝氏度。這個充電器最高的溫度的地方就是在這個樓梯這個位置啊，熱像儀測到為71.7攝氏度。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17攝氏度左右。外觀做的這麼好看，它的轉換效率怎麼樣？我們馬上來測試啊。首先是110伏60赫茲的狀態，經過10多分鐘的測試啊，它的待機功耗一直穩定在0.4瓦的樣子。15瓦功率，110伏輸出19.4瓦，這邊直流輸出45.4瓦，折算轉換效率79%。27瓦功率，110伏輸出32.7瓦，這邊直流輸出27.4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4%。36瓦功率，110伏輸出43瓦，這邊直流輸出36.4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5%。45瓦功率，110伏輸出52.8瓦，這邊直流輸出45.4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6%。20伏檔位45瓦功率，110伏輸出51.2瓦，這邊直流輸出44.8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8%。現在是這個充電器220伏50赫茲的狀態啊，它的待機功耗經過10多分鐘的測試，約為0.5瓦。15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19.5瓦，這邊直流輸出15.3瓦，折算轉換效率78%。27瓦功率，220伏輸出32.6瓦，這邊直流輸出27.3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4%。36瓦功率，220伏輸出42.2瓦，這邊直流輸出36.3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6%。45瓦功率，220伏輸出51.8瓦，這邊直流輸出45.3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7%。20伏檔位45瓦功率，220伏輸出50.4瓦，這邊直流輸出44.8瓦，折算轉換效率89%。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最關鍵的測試了啊，就是看它的文波輸出的情況。15瓦功率的時候，文波最高49.8毫伏，平均文波46.6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63.5毫伏，平均文波59.5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66毫伏，平均文波61.6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58.8毫伏，平均文波55.1毫伏左右。20伏檔位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57.5毫伏，平均文波43.9毫伏左右。这個波形就不怎麼好看了。現在是另外一個 Type-C 口的文波，15瓦功率的時候，文波最高52.6毫伏，平均文波49.1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
文波最高66.6毫伏，平均文波63.1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69.1毫伏，平均文波65.3毫伏左右。45瓦文波，最高的时候62.4毫伏，平均文波57毫伏左右。20伏档位，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43.7毫伏，平均文波34.7毫伏左右。这个充電口比剛剛那個充電口表現要好一點。這一整套測試下來，海貝斯這座小房子45瓦的氮化鎵到底靠什麼立足？答案已經非常明確了啊！先說它的兼容性，華為 SCP 可以拉起來 ，OPPO 和 vivo 的新款機型也能點亮 PPS， 但是榮耀和小米的 PPS 完全沒有反應，這就是典型的協議沒有調全，用起來有點靠緣分啊。再說它的性能 ，PPS 模式下功率能穩定在26至29瓦，但是問題在於溫度，殼體可以達到64攝氏度，接口附近68攝氏度，這已經不是熱不熱的問題啊。是這個家伙散熱能力壓根不夠，給蘋果16 Plus 充電曲線也沒有跑出標準的4階段，而是變成了3段式，功率偏低，充電時間過長，僅僅是可以用就行的調教。烤機部分更能說明它的底細，45瓦連續拉載 1.5小時不斷電，這點算穩。但是在17攝氏度的室溫下，殼體的峰值溫度竟然衝到71.7攝氏度，它不是扛不住啊，而是靠溫控硬吃。典型的小體積、高熱密度的氮化鎵硬擰出來的表現。效率方面，110伏滿載45瓦88%，平均84.4%；220伏滿載89%，平均效率84.8%，屬於合格墊底的成績。文波反而是它最像好學生的地方啊，2個 C 口，5檔電壓，全程沒有超過70毫伏，波形乾淨，對電池比較友好。所以它到底是什麼？一句話總結。外觀是大師級的，性能是夠用級的，調教是湊合級的，它更像是一個擺件，有顏值，但不適合扛大旗。至於值不值得買，等拆解篇把它的內部邏輯掰開講完，咱們再給它做最後的裁決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李火車載，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